午夜12点，钟声响了，所有人都以为灰姑娘会开始逃跑，可是她没有，因为她终于知道，今晚真正该留下的不是王子，而是她自己。12声钟声，一声一声敲在空荡荡的城堡里，马车变回南瓜，礼服变回灰尘，老鼠跑回洞里，一切魔法都在消失。灰姑娘坐在台阶上没有动，她低着头看着脚上的玻璃鞋，第一次发现原来玻璃鞋这么重，重到她快忘记自己原本该怎么走路了。台阶下有一只小羊静静站着，它不会魔法，也不会说话。从舞会开始前，它就坐在厨房门外，看着它拍掉裙子上的灰，把头发梳妆整齐，然后站在镜子前练习怎么笑，练习怎么看起来比真正的自己更快乐。小羊抬起头，轻轻地问：“你是在等王子吗？”灰姑娘望向远方，没有回答。很久以后，她才说：“以前我也以为自己在等他。”小羊靠了过来，毛茸茸的头抵着他的膝盖，问说：“你是不是很害怕？”灰姑娘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脚，说：“以前是的，我害怕失去王子，害怕12点一到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害怕明天早上又要回到厨房，又要听见那个声音说，你不够漂亮，你不值得，你只能做别人的配角。”小羊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问说：“那个声音是谁的？”灰姑娘没有立刻回答，她看向城堡里的镜子，镜子里的礼服正在消失，但她好像看见别的东西。她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一开始它不是这么大的，只是有人说了一句，灰姑娘，你应该懂事一点。灰姑娘，你不要想太多。灰姑娘，你应该感谢有人收留你。”灰姑娘的声音变得很轻很轻。后来，那些声音变成了我的声音。没有人再需要提醒我，因为我已经先学会否定自己。他说的不是他的后母，也不是他的姐姐，他说的是那个每天告诉你你还不够好的声音，那个等着老板点头，等着父母认可，等着爱人选择的自己。台阶上方有一个人影，是王子，他手里拿着那只掉落的玻璃鞋，看了很久，然后他走下来，坐在灰姑娘3阶以外的地方，两个人中间隔着那双鞋。王子低头看着玻璃鞋，说：“其实我害怕，我害怕如果找不到这双鞋的主人，我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人。所有人都告诉我，王子应该找到最美丽的女孩，所以我找了一双最美丽的鞋，却忘了问鞋里的人累不累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来完成你的人生的，我只是也在学习怎么不用一双鞋去认识一个女孩。
我一直以为只要找到这双鞋就能找到那个女孩子，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鞋子留下的是脚印，不是一个人的心。灰姑娘看着她笑了，不是舞会上那种练习过的微笑，是一个人终于不用再准备表演时松了一口气的笑。灰姑娘弯下腰，手指碰着玻璃鞋，问说：小羊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一直以为玻璃鞋是带我去幸福的路，后来才知道它只是证明我的脚一直不适合别人的期待。她松开金属扣，冰凉的，沾了一点汗，扣子很紧。她吸了一口气，鞋跟从鞋底里滑出来，然后另一只脚掌落在石阶上，粗糙的，凉凉的，有点刺痛。灰姑娘拿起了玻璃鞋，她想起舞会上所有人的目光，所有人都惊讶说：哇，你真美。她回说：小羊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害怕的不是王子，是失去那个晚上，那个终于有人看见我的夜晚。小羊回说：那不是很好吗？灰姑娘说：很好是没错，但只有穿上这双鞋的我才值得被看见吗？我是不是又要马上回去了呢？灰姑娘把鞋子放回台阶上，她说：以前我害怕失去它，现在我知道了，与其努力去挽留一个越走越远的童话，还不如练习自己好好走路。我终于知道了，人生不是找到一双完美的鞋，而是用自己的脚走出自己的路。小羊靠了过来说：可是如果没有人爱我呢？灰姑娘蹲下来抱住她说：那就先由你慢慢学会爱自己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幸福不是终于有人选择了你，而是你终于不再丢下自己。天边开始亮了，不是舞会灯光的亮，是一种很安静很沉静的微亮。灰姑娘和小羊一起走下阶梯，没有回头，玻璃鞋还留在原地。钟声再次响起，但这一次灰姑娘没有回头，因为有些故事本来就不需要回到从前。小羊停下脚步，远方森林深处，一座高塔静静耸立，没有人知道，塔里的女孩已经看了外面的世界很多年，却从来没有真正走出去过。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故事，记得订阅我哦。我们期待下一个章节见喽，晚安。